Hello，大家好呀！我来啦，我来啦！刚才那个软件可能是我在海外的原因，还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可能你们看了会卡吧。所以呢，来开一个这个微博直播，好。但是我需要你们稍等我一下，我去喝点水啊，稍等一下，喝点水啊。哎呀，水呀！来了。现在还考吗？现在还卡吗？不卡吧？当然，我用的是自己的流量，当然不卡了，对不对？今天呢，这个演唱会结束了，5场的演唱会，没错。先把刚才在刚才那个软件上面说的话，先再说一遍啊。5场演唱会结束了，然后说实话，每一场都是印象很深刻吧，没错。然后印象比较怎么说呢？最深刻的，刚才也在那边说啊，等我饭来了，稍等一下。네, 잠시만요. 감사합니다. 네, 예. 감사합니다. 我的饭来了我要不一边吃饭一边跟你们聊，怎么样？对啊，还没吃饭。本来想出去吃的，但是听说这边好像是放假，现在到处人都特别多，好暗啊！这样看，这么看怎么我看这个美颜这么严重啊？我没开美颜啊，开了一点点磨皮而已。这样好一点吗？这样好一点吗？啊，这样好多了。哇，看上去好好吃啊！看上去，刚讲哪了？刚讲哪了？啊，对，这边放假，然后人又到处特别多，很不好预约，所以呢，我就没出去，再打算回来点外卖吃。但是感觉我一边吃一边讲话，好像有点不大礼貌。点了一份这个怎么说呢？牛肉盖饭啊，这种牛肉盖饭挺好吃的。咬到这个旁边了。算了，我还是一会儿吧，一会儿来吃吧。
什么？已经成这样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顶棚上面像瀑布一样那样子的水就流下来，然后我就哇，真的，就这样的情况下了，还坚守下来看完我们的演唱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真的。真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刚刚还讲了什么？还有《Without You》也是对我来说比较意义特别深刻的一首歌吧。然后这次演唱会也时隔1-2年，之前还是有唱过，时隔1-2年，然后又再一次唱了这首歌，而且这次也有唱一些太一哥的 part 啊，就是虽然太一哥不在。帮他就是有唱了一些他的 part，反正，然后再加上维刀就的舞台的时间也是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所以呢，刚好是在那个夕阳的时间，的时候就，哇，配上那个维刀就我觉得太美好了，对。然后还有什么？我刚才那边还说什么？哦，对 ，Keep It，还有 Phantom，这次这2首歌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来跟大家见面。Keep It 呢就是怎么说呢？这次是用了一个 rock 的形式重新编曲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谁编曲的，反正不是我编的。我看到有人说是我编的，但辟个谣不是我编的，那个应该是其他的制作人编的。对，也是第一次我们尝试用这个摇滚的方式去表演我们的歌曲。我说实话，我以前我看了特别多其他朋友的 concert，他们的很多就是都有那种现场的 band 呀，然后还有要么就是真的就是 rock version 的这样子的改编。然后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说哇，以后我们演唱会一定要弄这样子的一个摇滚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真的是很炸，你知道吗？特别是现场听的时候，你感觉那个整个会很热血的一种感觉，对。然后所以呢，这次 Keep Band 呢也就换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以摇滚的形式，不知道你们还喜欢吗？喜欢吗？你喜欢就好，对。然后还讲什么 Keep Back，Keep Back 今天就是那个，我不是每次 Keep Back 的时候都会跟肖俊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吗？说实话，这次的前4场的演唱会呢，都是怎么说？都是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去准备这干嘛的，没有准备什么东西，就是现场随机发挥的、随性发挥的那种。然后今天就是上舞台之前，他突然跟我说：“哎，坤哥，那个今天 keep it 的时候，要不然我扯你的衣领吧？”然后我就说：“哎，OK，挺好的，好像不错，听上去不错。”然后我们就后面换了衣服之后，然后我们在舞台下练了几次，像扯衣领的这个，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然后因为我一下舞台，然后我马上就看了刚才那个他们翻拍的那个视频嘛，我们经纪人拍的那个视频，然后现场反应也是特别的热烈。对，然后我也去后来刚才也看了一些网络上的有一些就是粉丝发的那些，他们好像是在看线下的什么那种直播，然后也是哇很尖叫，然后我看了我真的是那会儿我笑的，我笑的不行不行的了，真的是哦，对，然后真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环节以后可以发展成更好玩一点。对，然后今天真的是很临时的去准备了一个这么一个扯衣领的这么一个环节，对，还不错。
然后还有什么呢？哦，Phantom 啊，讲完 Keep It 讲 Phantom 呢，这次是完全是用我编曲制作的这个 remix 的版本，对，然后来进行了演出。我刚才也在那边讲了，就是这次这个 Phantom 舞台，整个灯光、舞美、音效，还有就是 dancer，然后还有舞台的编排，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合在一起，我觉得我后面每一次这个 Phantom 的舞台出来，我都会去看那个。就是回放啊也好，或者是经纪人拍的 monitoring 也好，我就觉得心里有种特别自豪的感觉，真的特别自豪的一种感觉，真的就是特别是我发现灯光，发现都有一些，虽然没有跟灯光师从来没有聊过，但是呢，还有那个背景的 LED 也是会在我就是很小的一些 point 上面，就是我藏在里面很小的 point 的上面会做一个配合，然后我看了我就哇塞，真的太绝了！就这个舞台真的所有的加起来都太绝了。然后我真的个人我是觉得特别的很自豪，真的。现在想起来还很自豪。特别是我也看了很多的那种线下的这种大家的看的 reaction，就是 Phantom 开场那一瞬间，然后背景的 LED 那个整个那个屏风那种感觉出来，然后底下的观众他不是尖叫，他是哇发出这样子的声音，然后我就哇塞，我就好自豪，你知道吗？真的，真的，他们不是尖叫哦，是那种就是哇，这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就哇，好满足的感觉，你知道吗？真的，以后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就是发挥一下我的这个一点点小小的才能啊，对，然后在舞台上呢，就是表演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舞台，然后去给我们的为着你们看，对。然后这个舞台的这个版本呢，总共加起来有5分钟的时间。5分钟的时间的话，准确点是5分02秒。对，5分02秒的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人，就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去完成了这个舞台。对，然后呢，在音乐方面呢，这次也是公司在混音方面最高级的一位混音师，我们的 studio 的怎么说那个叫市长啊，亲自来帮我混音，然后我也是上门了好几次，去他的工作室里面上门了好几次，一起去制作，一起去聊，什么 point 要什么地方要可以更凸显出我们的舞蹈动作，什么地方要怎么样，然后什么地方可以更凸显出一些成员的一些特点啊也好，这那的也好，真的这次那个市长真的是帮了我特别多的忙，然后对想了非常多，我们一起就是制作了非常多好的点子，对，但你们知道吗？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泡泡上面发了，我一天有6个行程，对不对？是6个还是5个行程？就那一天的时候，对，因为我事先剪好了一个版本，然后发给公司，公司说哦这个 OK，然后呢就要把那个，就是因为 mix 的文件都在公司里头，然后就去了公司跟这个技师，就是那天6个行程当中的其中一个，跟这个技师一起去把这个给做出来了，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重点聊了一下 Phantom 啊，重点聊了一下 Phantom 还有什么可聊的？还有因为这次的 Phantom 呢是跟我的 remix 版本是有混合在一起嘛，原曲跟 remix 版本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原曲的风格里面又加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就这样子。
做出来的一个5分02秒的一直强调这个5分02秒，每一秒我都很怎么说呢，很珍惜，所以呢要精确点，5分02秒啊，5分02秒。我刚讲哪了啊？对，是跟那个 remix 的版本混在一起的。然后现在这个 remix 呢版本呢，remix 版本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音乐部分其实早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是在视频方面的部分呢，现在好像也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因为这真的是要做，因为这是做了一个，我也不知道做出来什么样，我也还没看过，反正是做了一个视频，对。对，好像因为这个视频好像也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呢，不久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对，然后这个要说吗？这个要说吗？反正会是在我们的正规2回归之前啊，这个一定会跟大家见面的。然后呢，要不要说呢？这个算了，当我这么纠结的时候，还是不说好了。对，说吗？不说，说吗？不说。没有，因为不是，哎呀，等一下，让我心里准备一下好不好？让我心里准备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好说吧，算了，没事。关于这个 NCT Lab 的事情啊，对，怎么说呢？这次的这个 NCT Lab 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是 Phantom 的 remix 的版本，对，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有一些误会，然后对，然后这个，但是怎么说呢？虽然是这么说啊，Phantom 这个 remix 的版本呢，我相信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对，这是一个我精心准备的一个作品，所以呢，本来是也没有这个以 NCT Lab 的形式跟大家见面的。因为大家知道做 NCT Lab 的话，他要去做 MV，还有做很多东西这样的东西。然后呢，本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啦，后来是公司的领导听了之后呢，觉得哇，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很好，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浪费，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然后呢，把它单独也发出来，然后以 NCT Lab 的形式把它发出来，跟大家见面。对，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误会啦，觉得我是要发个人的歌曲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啊。你们呢就爱心等，会有那一天的。因为我现在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跟各种各样的Tom Niner，跟他们一起去写歌，对，都是做我自己制作的歌曲。最近
今年真的积攒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啊，对，用我自己唱自己的这个个人制作曲，对不对？好吗？你们一定要等待那一天哦。怎么样？真的，今年出了很多好的作品，而且我最近要准备专辑，而且我下个星期还是什么时候？下个星期我不知道，反正10月份还有一次我特别喜欢的两个作曲家会来跟我一起写歌。我现在真的今年积攒了非常多的歌曲，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最近写的歌啊，在公司的看法来的话，真的就是可以直接放到公司的歌曲库里面去用的。最近写的歌，对，所以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对。但是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的。可能你们觉得刚写歌，哇，写出来马上就可以唱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实就是，每首歌都需要沉淀的，需要不停的去打磨，去把它完善，去把它改到最好。我们可能就像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Rain Day 改了9个版本，2年前的作品，然后2年后，现在已经3年了，3年前的作品，然后2年后突然有一天公司跟我说啊，这首歌要发 Instilab，然后就短短的差不多1个多月吧，1个多月之内，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隔离，真的是远程跟作曲家一起去修改，跟那个 Squad 还有曲妮，对，一起去讨论歌词，一起去修改什么的，最终 Rain Day 整个弄了9个版本，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可能你们现在听到我们的什么歌，哇，现在听感觉好好听，但可能这些歌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音乐制作部门的 A&R，他们可能已经收录在手上，抓在手上，拿在手上，可能有1-2年、2-3年，甚至3-4年的歌都有可能。对，所以呢，这还是要看运气啊。比如说今天我写的有首歌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现在专辑的风格，很符合就是我个人如果可以唱的风格，然后或者是说，这首歌真的是有那种怎么说呢？反正就是风格啦，还是主要是风格啦。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运气好，那你刚写完马上就可以用得上。但呢，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是这么觉得啦。必经的过程，你说实话，我一直都记得，就是我开始学习编曲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一些东西，我也是给公司听的话，给的反应就不是特别的，那么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个时候的很多反应就是，嗯，不错，再修改一下可能会更好。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啊，这首歌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太多歌了，太多歌了，就是我们 A&R 的这些工作人员们，他们一个星期可能会听几百首歌，曲库里面的几百首歌，一个星期要去几百首歌里面，然后要去里面去挑歌。这真的不然后他们又在听歌的同时，然后还要去帮我们去录音，帮我们去做整个制作，还有什么这样的东西。对，所以你要想能从几百首歌里面不止几百首，一个星期几百首，你想一个月多少首，对不对？能从这么多歌里面你能挑出一首好歌，能挑出一首这样的歌的话，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当初 Rain Day
挑上也真的是运气特别的不错，对。不是被 PUA 了，真的不是被 PUA，也是因为当我知道了很多这些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写歌制作这方面的东西是需要过程的，需要一个时间的，对，所以呢也不用太难过。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这边这么多的时间，我如果没有来这边的话，我也不会遇到这么多好的制作人、好的作曲家，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作品，跟我一起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一些经验，每一步都是经验。所以我个人的话，我是不会因为今天我一首歌用不上，然后去伤心难过啊，怎么样的。这么多年了，你看我刚才讲了，从就公司没什么反应开始，到现在我每一首歌都可以放到他们的曲库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成长，这就是进步。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开心的，真的。我的手机，我有时候我坐飞机，我会听自己的歌，一排听下来，多爽。不管怎么说，这次这个 Instillate 是以 Phantom Remix 的这首歌发出来的话，我相信，也希望大家不用太不开心，因为本来可能连这个也没有的，这是我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对，所以呢，就好好期待一下这个 Phantom Remix 的完整版吧。对，因为完整版呢还是跟这个演唱会的版本会有一些不一样。好，讲完这个了，换一个话题。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话题呢？正规二，哈哈，这个还不方便透露太多，因为现在真的是准备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而且我刚才也在微博里面发了，就是已经开始排舞了。说实话，舞已经排完了，非常快速的排完了之后，以后还要再去，现在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然后再回去就是进行很多的打磨，对，然后歌，这次的整个专辑的歌也录完了，专辑歌也录完了，现在，然后呢，一步一步来吧，现在过程当中呢，不是我画饼，我不画饼，这是刚做完的，我们做完的事情给你们讲，我也只能讲到这了。歌是什么样的风格，这种东西我不能跟你们讲，但这次算了，不讲。我刚差点讲出来了，算了，不讲。看你们在聊什么啊？内地的话，我们今年是有计划的，而且现在很多东西已经在报批当中了希望我们的粉丝们，我们的围着你们要等待一下啊，对，
等就是报批结束了，就是然后确定下来场馆所有的东西都确定下来之后，很快就会官宣的。对，所以希望你们稍微等待一下。我会不会说太多了？今天这些东西，天哪，不应该这样的，不应该这样的。被虫子咬的地方，对大家真的这个季节要多多小心隐翅虫，你知道吗？多多小心隐翅虫，千万如果隐翅虫在你的皮肤上，你千万不能去打死它，像我一样笨笨的打死它了之后，然后我当初还不知道是隐翅虫，你知道吗？我这个地方像化了妆可能看不到之外，但是有两条印，但是现在还好一点是，我有一直去皮肤科啊，一直去看，然后还好这个疤是很好可以去掉的，不会留疤。以后虽然现在有一点硬啊，但现在这硬也要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以后就好了。大家看到如果有那种红白相间的，像那种很大的蚂蚁那样的虫子，千万不能用手去打死它。它里面的那个酸性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那个毒素是特别的狠的。就相当于就是你被泼硫酸一样的感觉那种，对，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就是南方真的特别小心这种虫，一到下雨天这种虫就会冒出来。因为我当初这个地方，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首尔演唱会的时候贴的那个东西嘛，是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严重。这边是已经像被火烧了一样的起泡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所以真的哇不行，又化不了妆那个地方，所以只能贴了一个那个东西。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隐翅虫，真的别看它那么小，它毒素真的是太强了。我的项链，对，是一个牙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个牙齿。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牙齿。我当初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个火苗呢，还是什么，因为它倒着的嘛，我还以为是个火苗什么的。后来有一天，经纪人看我戴了这个，然后说：“哎，你干嘛挂颗牙齿在身上？”然后我说：“哎，哪是牙齿？”然后倒过来一看，哎，牙齿还镶了钻，你看，牙齿。蛀牙，谁的蛀牙啊？这谁的蛀牙？反正不是我的，我没蛀牙。没事儿，饭就放在那儿呗，凉就凉了呗，大不了吃凉的呗，那咋了，对不对？啊，蒙古的拍摄，对，今天这个造型也是按照那个蒙古的那个造型去做的，怎么样？还满意吗？怎么样？还不错吧？讲一个，因为我昨天不是发起个投票吗？卷发还是那个扎辫子？我本来其实今天想两个都弄的，但是今天为什么没弄？今天是，反正就好像大家都忘了，所以就没弄。对，然后蒙古的话，去蒙古这次因为是我跟杨洋还有肖俊我们3个人一起去的嘛，然后我拍摄的地方是在一个郊区的雪原，然后在那个地方拍摄，那个地方拍的哇塞，真的冷。下午拍的时候还好，就是那太阳落山的那一刻真的冷，我就是那个脚趾已经冰冻了，就是已经动弹不了了，到那个程度你知道吗？别看拍出来好像还不错，挺好看的，但是其实真的哇超冷。但是比我更冷的什么呢？比我更冷是肖俊那个，
肖俊那个其实，你看我其实拍了很多那些蒙古好看的照片，其实大部分都是那天我跟着肖俊去他的拍摄现场。对，因为我想，哎，好不容易来趟蒙古，那你一直待在酒店多无聊，我就说要不然出去看一看吧。然后因为他那个拍摄地点特别远，在一个沙漠里头，所以开车开了5个小时到了那个沙漠，然后他在那边拍摄，然后我就在旁边一个人在那边拍一些风景也好，然后拍星星啊，然后我还带了三脚架，我特地带了三脚架什么的，对，然后带去，然后我在那里开了三脚架，然后开定时，然后曝光什么的，全部都自己调好了之后，然后按一下之后，然后跑过去拍，对，拍出来的照片都挺好看的，我应该都发了吧，我该发都发了蒙古的照片，对。然后对啊，其实最辛苦的是回来的路上，回来路上我看那个司机也挺辛苦的，因为拍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了，然后我们从凌晨1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又坐了5个小时的车，回到了市内，回到那个乌兰巴托。对，哇，真的是大家都辛苦那天，又冷，他那天好像是零下十几度那个室外。对，不过但我看了，就是我的肖俊那一行的出来的都拍的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挺值得了，说实话。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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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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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去吃饭，我去吃饭，好不好？好好好，我去吃饭，好，我去。好了好了，一会儿我看一下吃完饭给大家发发泡泡啊，还要发一发今天还没有发的图片啊。啊，那你们要是等不着呢，等不及呢就先睡吧，也没关系。对，因为我明天还一早还要那个还要去韩国，然后对，然后在那边明天的很多行程，明天很忙很忙。对，所以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我早点吃饭，早点洗洗就睡了。好，那就今天先这样啦，拜拜，晚安。我这还贴了钻，晚安喽，拜拜。